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他对你的想法是什么。好，我们来抽出神谕卡的一个部分。我们抽到的这一张牌是 Follow Your Heart， 这个很中心哎。好，再来看一下。观察者，好，我觉得这个人哦，他的个性还蛮鲜明的。他呢，在跟你确定关系，或是说在靠近你之前呢，我觉得他可能会表现的比较高冷，或者说有一些神秘感。但是呢，其实他有默默的在观察你，默默的在看你们是怎么对他的，看你们的一些表现。然后我觉得你的这个能量啊，慢慢的在吸引着他。这个人他其实一直在等待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去理解他，或者说真正的去懂他，真正的去走到他的内心世界中。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呢，他的外在可能给人家感觉比较高傲，或者是说不是这么的好亲近。也有可能他是一个外表上人缘蛮好的人，可是，一旦你要跟他深入的去谈，就是所谓的这种知己之心啊，他可能那种真的知己的朋友不多。那我觉得这个人哦，他并不是那一种很轻易的开放他的内心，让别人可以随意进入的人。我觉得他一直在等待，有点像他在拿着一个望远镜，他在观察说，诶，这个世界上有谁呢是真正值得我去付出的呢？那我觉得对他来说啊，你们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人哦。我觉得他有在默默的观察你，默默的在关注你，而且这个默默可能真的是那种很细微，可能是他会去观看你的社交媒体，然后也许会给你按个赞，或是说他就是潜水，他也都不发声、不留言等等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外表看起来是一个蛮冷静或是蛮理性的人哦，但是我觉得他内心哦，在观察你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的情绪，因为他想要知道，就是你跟他的这段关系究竟能不能够去有一个更大的忠诚跟更大的信任度。如果你们两个还是在刚认识的阶段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会需要蛮多时间的去观察，然后他的那个好感跟信任度是一点一滴的来去建立的。那如果你们已经有认识一段时间，或者说你们曾经是男女朋友，或者说现在还在某一个关系中的话，我会觉得其实你已经得到他某一种程度的认可，还有得到他某一种程度的信任了。因为这个人要信任别人，要开放自己，其实是蛮不容易的。他很需要一个在感情中能够去理解他，能够让他带来安全感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感觉上有一些天蝎座的能量哦。然后他对于感情哦也是爱恨分明的。他一旦爱了就会非常的爱，然后非常的去燃烧自己。但是他在确定要进入这段关系之前哦，我觉得他会蛮多的观察，蛮多的犹疑，有的时候可能前进，有的时候又会退后。你可能会觉得，在这段感情中，究竟对方对我有没有意思呢？或者是说，为什么他有的时候好像喜欢我，但是好像你去跟他想要挑明关系之后呢，他又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你们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人也是在意你的，可是为什么他有的时候又会后退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在确定投入一段关系之前，他自己会想很多，会很纠结。这一方面也是他想要很认真的进入一段感情，因为如果他认定一个人之后啊，就会变成这个很忠诚的这个猫头鹰，国王跟皇后的猫头鹰，在这个爱心的这个门上，好像两个人互望。所以我觉得他一旦认定了，就是像猫头鹰这种动物啊，它一生只会认定一个伴侣。它一旦认定了，就会想要好好走下去。那假设这个人他过去可能在他的感情经验中有过失败，有过挫折，或者说他有过那种曾经信任一个人，后来
有一些不好的回忆，他的信任错付了，他觉得他在感情中，之前的那个信任付诸流水，然后现在啊，他如果要再跟你们连接，或者说再建立一段新的关系，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小心谨慎。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你们这一方的问题，可能你的能量是让对方心动，他其实也很想要向你靠近，可是一方面，我觉得他又会去想很多，就想说，假设你们条件很好，他可能也会想说，你会不会也有其他的选择，或者是说，你会不会真的在看到他一些不好的地方的时候，你也愿意跟他走下去呢？我觉得他需要很多的思考，很多的观察，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是有想要慢慢的向你靠拢的，而且这边出现了这个很真诚的心。我觉得他想要的这段关系是一个双向奔赴的关系，这是一个互相投入的关系，不是说一方可能追得很勤，然后另外一方都是在被动的接受这个爱。我觉得他是没有办法长久的持续这样子下去的。我觉得他想要的就是一个有来有往的关系，然后会想要进入到这段关系中是一个很热忱的，特别是我觉得他会蛮喜欢这种身体啊、亲密关系啊等等的一些触碰，好，一些就是生理上的那些反应跟触碰。我觉得他到爱情中，他是可以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燃烧，然后是那一种。也许跟你一开始看到他的那个冷静跟理智的那个样子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要确定他要去燃烧自己之前，我觉得他会需要很多时间观察这个人是不是值得的，观察这个人是不是忠诚的。我觉得他会去想很多，然后他也会去设法去预测吧。预想说你跟他的未来会是如何，他会希望，从现在的相处尽量可以看到比较遥远的以后，从现在跟你相处的一些细节推论说，跟你成为男女朋友，跟你组建家庭，跟你有了孩子之后呢，你们的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是在感情中想蛮多的。特别是如果他曾经在感情中遭受过情伤、遭受过背叛的话，我觉得这一次，他在跟你连接的时候，你们的关系真的会比较辛苦、比较纠结，因为他可能还受到过去能量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害怕，因为我觉得他的能量是有想要向你们靠近的。从这两张牌看出来，我觉得此时此刻你们两个在能量上有点像是你比较想要去靠近对方，就是在行为或者说在那种互动上，我觉得你们会想要跟对方有多一点互动，或者是多一点热情。而对方呢，心里也是想要的哦，可是我觉得他表现出来反而是一个比较冷静，然后比较平淡的。他会去压抑他心中的一个想法，然后呢，我觉得他会观察你说，他说考验你说，假设他现在好比较不理你了，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或者说，假设他现在在忙，他的工作很忙，他没有办法照顾你，他没有办法常常的回你讯息，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呢？这个反应，我觉得他也是他观察的一个重点。你们是会一直去逼迫他，一直去吵闹，或者是你们会体谅他，会去关心他？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呢，情绪的稳定很重要，因为他想要的是一个可以跟他好像双向奔赴，然后在能量上也是不要差太多的，就是你们两个应该是要强强联手，而不是一方很强，一方很弱。所以我觉得他呢，其实很需要一个另外一方是一个很稳定的能量来跟他作为连接，因为如果呢有一方不稳定的话，其实会影响到这个系统。然后我觉得对方现在在关系中是想要保留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说他如果想要前进是可以的，然后他想要后退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他可能不会把你们目前的关系的状态说得太明，可以保留一个让他可
可以往前也可以往后退的那个余裕，他有的时候会这样子。那如果你们现在此时此刻会想要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承诺的话呢，我会觉得暂时对方是需要给他一点时间的，但我觉得他是有想要向你们这边靠拢的。他甚至我觉得在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的心已经直接的或者说间接的被你们占据了。对，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实你们的能量已经慢慢的在影响他了。好，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这上了力量牌，宝剑四 ，Child of Cups。好，我们首先看到力量牌哦。我觉得这边有几个讯息，有第一个呢是，我看到的是这个人哦，他可能在面临他人生中很大的一个困境。这张牌是沙漠中的仙人掌，然后他开出了一朵花。我觉得这个人他有点像是他在用他全身的力量，或者说在用他全部的精力来对抗某一件事情，也许是他内心的一个焦虑，也许是他事业或生活上的一个给他的冲撞。我觉得这个人他非常想要突破，他并不是会被生活的艰难所打倒的人。我看到的是，我觉得他很想要突破，他很想要转型，他很想要有更多的力量往前行。所以我觉得当下他对于他自己的人生是有一些期许的，他想要用尽全力去开出一朵漂亮的花。我觉得他会想要去达成某一个成就或达成某一个成果，然后他此刻呢，可能有些朋友你对应到的这个人，他在经历一些让他的生命中比较艰难，然后压力比较大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心中会有一个比较紧绷的能量，他需要去释放。但是最后呢，我觉得他最后是可以去突破这个障碍的，因为他有在适应，有在调整，他有在像这个仙人掌，它有储存很多的水分在它的这个植物的体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已经酝酿了很久，准备了很久，他想要有一次表现，他想要有一次大展身手的机会，他想要有一个转型，他想要有一个突破，就是我觉得他呢要让自己有一个变化，才可以达到他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跟他互动的时候，他可能某一方面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一个外壳哦，因为有点像是他把跟外界的互动也带来感情中，就是他切换的没有这么好。有的时候他这个坚强对外的面具，其实是要用来抵抗，或者说用来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去生存、去竞争的。但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如果他的心情调试没有那么好的话，有的时候这个仙人掌的刺会刺到你们这边，就是有的时候他那个太过强硬的本质会好像伤害到你们。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面对的这个人啊，有可能他是比较大男人，或者是说比较想要去主导，或者是说他是一个母老虎，有的时候口气比较凶等等的。但是他其实这个仙人掌内在是有很多水分的，我觉得他其实内在是蛮柔软，是很可爱的。当他不要那么硬，当他松懈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内在其实是有很多很可爱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你们是能够看到他内在特别的这个人。好，那另外这边还有一个讯息，就是我觉得你们蛮受到他吸引的，就是即使他外表上看起来很多刺，看起来很高冷，看起来有点强硬，有点不好亲近，可是你们还是会想要向他靠近，因为我觉得你们能够看到他外表的那个假象之下，他那个柔软或善良，或者是那个很可爱的心，而且这张牌有一个意思是，他呢可能强硬的时候很强硬，凶的时候很凶，但是一旦温柔体贴，一旦撒娇，或者说一旦去对你好的时候，那个甜度又完全可以去融化你，让你去忘记所有的不愉快。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给我感觉是有一些对比的。然后接下来呢，宝剑四的能量，它有一个和平休息的能量，不再去争斗了。我觉得这个人在这里，在你这边得到了很大的疗愈感，可
可能他在外在世界、外在生活中，他需要用很多的力气去面对，他可能自己也走过一些比较难走的路。可是我觉得宇宙让你跟他有这一段缘分去连接，其实你对他来说有点像是可以让他平静、可以休息的地方。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察觉到，其实你们都慢慢的影响到他，让他可以不用那么紧绷，让他可以放松一点。我觉得你们可以触碰到这个人真实的灵魂，让他去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其实爱情是一个很美好的体验。或者说有一个人陪伴，有一个人信任，这是一个能够去，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是一个能够去抚慰他，能够去疗愈他心中的一个连接。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在你们这边呢，某一种程度而言，他得到了一个释放。他其实喜欢跟你说话，喜欢跟你相处。他在跟你聊天啊、互动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其实是得到了很多的能量哦。所以我觉得他的内心是想要跟你连接的，只是在这个连接过程中，有的时候会因为他内心的一些想法的变化，他可能有的时候又会用一个比较刚强或比较好像不在乎的态度，或者说比较冷淡的态度对你。我觉得这个是有说反复的交错的上上下下的那种能量，会让你觉得，诶，这个连接好像不是很稳定。但是我看到的是，其实你们就是慢慢的能量，你是慢慢的影响到他，慢慢的走入他的心。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哦，他也很想要获得他内心的一个平静，他很想要像这个 Child of Cup 一样，好。他其实很想要在你面前更加的呈现出他内在柔软跟可爱的那一面。他有的时候也觉得，其实他在你们这边得到了很多的包容。有的时候他对你口气不好，可能是因为他知道他这样子对你们或者说他有一些任性，他有一些傲娇。他有的时候可能讲话比较直接，他会知道在你们这边，你们是可以包容他的。在你们这边，不管你们认识多久，我觉得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可以让他去抒压或者说信赖的人嘛。有的时候他其实会把他各种好的、不好的情绪都好像倒给你，或者说跟你分享。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他想要带给这段关系的是这种好像比较纯真、比较纯洁、比较善良的一个部分。他其实知道他在你们这边确实获得了很多，然后有的时候他手里拿的这把宝剑可能不应该要去刺向你们，可是他可能就是迁怒，或者是说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不小心刺伤了你。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也觉得很后悔，他有的时候也觉得，哎，其实你们在这段感情中去承受了很多，可能也接收了一些他的负面情绪，或者说他的抱怨，或者说他的不开心等等的。好，但是这个人他其实希望的是带来更多开心的能量在这边，因为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也不大希望你们被他的好像一些负能量给吓跑。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如果有的时候他心情真的很不好的时候，或者说他不知道要怎么处理的时候，他可能会暂时躲起来，因为他不大想要让人家这么的靠近他，特别是如果他那个情绪还没有整理好的话，他不但想要用他的这样子一个比较狼狈的模样去面对哦。好，你们有一点水火不容的感觉吗？好，我们世界牌出现了，我们的命运之轮出现了。好，这一组哦，好，世界牌跟命运之轮，它是大牌里面非常强烈的两张牌，能量很强的两张牌哦。所以我觉得，
你们两个的关系有很大的机会，最后会达到一个融合跟一个团结。你们两个有很大的机会会走向这个世界的一个世界牌的这个合一，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会一起经历高山跟低谷。我觉得两个人其实，在前面那个阶段啊，在 Temperance 那个阶段，如果你们融合的好、配合的好的话，其实你们是很有机会走向最后的那个成功哦。我觉得这些世界牌出现在这边呢，代表说其实你们已经可以看到成功之门了。那要去推开这个成功之门呢，其实就是时间的一个问题。这张牌会让我觉得，其实这个人哦，或者是说你哦，你们两个可能都在思考这个关系的下一步是什么，或者是说这个人他在做一个他人生中比较重大的决定，可能他的一个长期的规划，他的一个学习，或者是说生活事业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可能会影响到你跟他的一个关系，我觉得他有在去思考，而且是比较严肃的考量那个未来。而在他的未来中，我觉得他确实有把你纳入考量，有把你规划到他的人生的蓝图里面。那我觉得这张牌，大家要让自己的心理稳定下来，因为其实在你们达到最后的那个合一之前呢，在你们好像两个关系去走向最后的成功之前，其实你们的灵魂哦，需要有一些协调，然后协调之后，你们要找出那个异中求同，你们要找出你们的灵魂中相处的很和谐的那个部分。当你们去看见了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关系的发展的可能性都是被打开的。就是就算你觉得你们现在是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找到关系中灵魂中的那个和谐的话，其实没有所谓的结束，结束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是一个世界牌，它是一个圆的概念哦，所以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环环相扣。你们可能会发现过去觉得已经不可能的关系，然后它其实有起死回生的可能，而且走着走着，不知不觉你就到达了成功之门的那个前方。那你们要到达最后的那个胜利之前啊，你们会需要一段时间等待，因为我看到在这个世界牌，好，在走向最后的成功之前，你们是会经历过幸福跟哀伤、痛苦跟好像快乐的时刻都会有。就是我觉得那个高潮起伏的过程中，你们会去体会的更加深刻，而且也可能因为这个高潮起伏，你们两个会对于彼此的这个连接更加的珍惜。我觉得这些过程呢是必要的。有的时候你们两个太快的，或者说太顺利的完成了两个人的这个连接，很快的就成为男女朋友，或者说很快的就是进入到婚姻关系之后，我觉得双方或者说其中一方会对这样子的关系太得来太轻而易举了，而缺乏了一个感恩哦。而相反的，我觉得宇宙有的时候给这段关系一些磨难、一些考验，然后让你们最后可能结合的那一刻，你们回想起共同经历或者的那个过程，你们两个会发现哦，原来两个人的灵魂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靠近的这么深刻了。我觉得世界牌啊，它就是一个只要你去相信，只要你去努力，其实很多事情它是有无限的可能的，你的梦想是可以去实现的。然后呢，我们的命运之轮啊，不断的转动，它其实也在传递的人生中就是不断的在变化。人生中不变的事情就是人生会不断的变化，不管你现在是在高峰或者是说低谷，这些都是一个过程，它都是会流动的，而且这个循环不是你能够去控制的。如果你现在在关系中比较美好的部分，请你尽情的去享受。那如果你在关系中比较难过、比较难堪、比较糟糕的那个时刻的话，我觉得你们必须要记住，
任何时刻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它会再次的转动，它会把你们推向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低谷它不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哦。有的时候命运之轮出现在这里啊，我会觉得你们的生命中，你们的关系可能要出现了一个比较巨大的改变或比较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可能是你们先前没有去预见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不见得是瓦解，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可是这个变化确实需要你们两个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也许你跟他过去建立的关系，或者是说互相的承诺，会受到了一些考验、一些挑战，而你们两个都必须要相对应的一些退让，去做一些牺牲。可能有的人必须要去改变那个相处模式，或者是说改变那个居住地，或者说有的人必须要在经济上更多的一个付出，才能够继续维持这一段关系哦。可是呢，只要两个人都愿意为这段关系做出一个选择，都愿意选择去靠近彼此的话，我觉得这个命运之轮的这个挑战，反而会让你们的关系比以往的任何时刻都更加的紧密，更加的深刻。因为这两张牌结合在一起，你们就是一个团队，你们就是一个队友，你们要一起经历生命中的高潮起伏，生命中的起起落落。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怎么面对，其实取决于你。其实如果你积极的去面对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命运之轮它是为了你去转动的。你们要去看到这个命运之轮背后的那个智慧，而不是好像去抱怨说，哎，命运对你是如此的不公。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有在想哦，他如果他确定要往前走之后呢，我觉得他可能态度会有一个翻转。他可能过去是比较冷淡的，或者说比较有距离的，可是我觉得他一旦想清楚了之后，他要往前走之后，他就会变得想要去抓住你，或者说比较有控制感，而且他会希望即使在命运之轮的那个，就是在外在环境变动的很快速的那个情况下，我觉得他会去希望掌握一些什么，他会去希望抓住一些什么，所以他的内心确实有想要向你走来的一些想法哦，只是目前他还在酝酿，他还没有成型。有些朋友你们还在面临一个比较考验的阶段，这个人可能去观察你，去看看你说，哎，在你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不能接受的？你不能接受他哪个部分，或者说他不能接受你哪个部分？我觉得有的朋友，你要面临这个人，他还在比较早期的观察的这个阶段哦。Five of Cups, Five of Wands, Three of Pentacles， 把牌都抽完 ，Nine of Wands， 好，我在这边呢看到了一个蛮有趣的讯息哦，这个圣杯五啊，圣杯五有点像是失去了之后才感到后悔，就是有一种我对着地上破碎的杯子感到难过，感到懊悔。然后这个杯子曾经是我能够拥有的，就是这个人有一点因为失去你，因为失去了这个连接，然后被一个后悔的情绪好像陷入在一个就是比较无可奈何的情绪之中，他感到后悔，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有的人确实是这样哦，有的人确实是你们跟他断开了连接之后哦，可能过了一段时间，甚至是这个人跟其他人交往连接后，才发现你的好，才发现原来你过去给他很多的包容，或者是说，在这个他的人生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他才意识到你的一个重要性。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我过去怎么去把曾经在我手上这么好的杯子，我把它打破了。我当时不明白，其实你就是我想要的。我觉得这张牌给我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因为这个人他在前期确实经历了一些摸索，他可能想要去尝试说哪一个人是适合我的，我是适合哪一种感情，哪一种模式的。
好，当时他遇见了你，然后他在记忆中留下了你跟他的相处那一块，可是他当时还不确定你是不是他要的。然后等到了这个命运之轮，就是再继续转动之后，他的人生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他回过头来才发现，原来你就是他所要的那个追寻。然后我觉得这张牌有一个后悔哦，如果你们是分开的，或者说如果他曾经就是在感情中有做出一些伤害你的事情，造成你们这个关系的瓦解之后，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后悔，然后有一种会在感情中一种无可奈何，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情境哦，因为也许曾经山海难为水，他曾经经历过那样子的感情之后，他可能本来以为他可以很轻易的找到一个替代品，或是说可以再去进入下一段关系，可是我觉得他最后发现那是不行的，他是没有办法把心轻易的交给别人，或是说他在进入下一段关系后，他没有那种心动，没有再可以好像得到你跟他当时相处的那种快乐、那种感动，或者说那种共患难的情境哦。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懊悔的能量。然后呢，Five of Wands 跟 Three of Pentacles， 我觉得这个人呢，在意识到你的重要性之後，他会想要去做一些事情哦。这个 Five of Wands 有一点，他想要去争斗。这个争斗有可能是他要跟其他人来竞争你，或者是说他要去化解你心中的一个不安。有些朋友，如果你们身边有人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会需要去克服的是，他怎么样重新的去好像把你从另外一个人手中抢回来。那有的人，如果你们心中没有人的话，我觉得他需要去争斗的是你对他的那个信任度，跟你对他的那个不安全感，他需要去努力做一些什么，让你们的感情变得越来越好。那如果你身边是有就是在认识其他人的话，我觉得这里也有一个他想要去横刀夺爱，或者说他想要去展现的这个能量哦。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他会因为这个失落感，因为在感情中没有办法诉说的这个难过跟遗憾，他转身去投入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会用很忙碌的工作来忘记感情的一些后悔的那种情绪，他就是会借由大量的工作来麻痹他自己的情绪。接下来 Three of Pentacles， 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有意识到他必须要去严肃的、认真的谈一段感情了。就是说，我觉得他对于感情哦，其实最后还是会有想要定下来的心态，不管他之前给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有些朋友你们可能遇到他的时候，他还说，他还没有考虑婚姻，或者是说还想要再冲事业，还想要再看看等等。那今天呢，我看到这个金币三呢，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有想要去把他的关系去往下推进，因为金币三的话，我会觉得他可能已经把他的物质世界，或者说把他自己想要去达成的目标，有了一个初步的成就。当他在各方面都稳定下来之后我觉得他其实会想要去展开一段认真的一个交往，而且是一个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他是想要进入婚姻的，我觉得他会想要去。如果你们有机会再次连接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呢，他会想要认真的去跟你谈感情。然后这张牌也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就是保护的意思，就是他这个人可能外表看起来是不好亲近，有一点强硬哦。可是我觉得他的内心其实还是有责任感，他有他的温柔在的。我觉得他会想要重新的去赢回你。他的前期真的是想的比较远，然后可是如果他一旦确认了你是他要的话，我觉得他会完完整整的投入，而且他会想要去有一个好的结果。然后我觉得他也很重视你对他的想法，你对他是不是如同当时那样依然的爱他？你是不是
如同当时的那样，就是心还是完完整整的给他了，还是呢，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心被其他人所吸引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很严肃的去考量你跟他的这段关系，我觉得他会去想清楚。最后呢，Nine of Wands。这一张牌哦，给我感觉，第一个感觉是有一点相爱相杀哦。你们两个可能就是，如果之前有吵得很剧烈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回过头来找你，跟你道歉。我觉得他有一个翻盘的能量。那另外啊，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们身边已经有追求者，或者说你们本身条件很好，就是会吸引很多人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有点在提防其他人来接近你们，或者是说他有一种我不能去小看我身边的情敌哦，就是他会。对于你身边来接近你的异性，同性恋的话就是同性，感到紧张，他会对于其他对你有兴趣的人感到紧张，但是呢，他可能会去，他有的朋友，你们的这个他可能就真的会出手拦截，有的朋友我看到他真的是比较魔怔，他还是会有点像观察啦，就是他心中已经有点按耐不住，可是他表面上又要装出一个比较成熟、比较冷静、比较淡定的样子哦。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好，他很想要靠近你，可是他又有点像是我要拿着一个望远镜，远远的观察你，然后看看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多去收集一些情资，多了解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也不想要。突然的，好像冲到你生命中，很唐突的跟你说，我们重新开始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哦，有可能他会重新的观察你。如果你们之间是断联，然后又发生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他想要重新的观察你，或者是说重新的去认识现在的你，你的喜好跟过去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是说，哎，你现在的想法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有在做准备哦，不管这个准备是他要来靠近你的那个准备，或者是你身边有其他。要去靠近你的这些异性啊，或者是同性恋是同性嘛的这个能量，他会想要去想办法把他们都赶走。好，我觉得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你跟他的这个缘分。那究竟你们的缘分可以走到多深呢？就是取决于你，跟取决于他啦。不过我觉得他真的有一点，他最后会。意识到你的重要性，然后有一点把持不住，我觉得他的能量会比较快速的向你们奔来。如果可以到达这个世界跟合一，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的。不过中间呢，真的像我刚刚说的，他会像命运一样，它是会有高潮起伏，它是有欢笑有眼泪，它可能在达到最后那个推开那个成功之门之前，可能会跌倒，可能会哭泣，可是我觉得。这个只是过程，刚刚说过，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如果你们有信心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这段感情是蛮有机会可以达到最后的这个完整的这个世界牌的这个合一的能量哦。因为对方等到他意识到你的重要性之后，我觉得他前进的速度会比较快，然后看起来对方本身的这种经济跟物质的基础也都会去打底，或者说打好，或者是说他自己想要追求的那个梦想，我觉得他会稍微去告一段落，或者是说自己去把它处理好。然后我觉得他会想要为感情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哦。你们绝对不是自己想太多，我觉得这个人肯定哦，他是在意你的，而且他也有在做一些规划。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哦。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个能量有对应到你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一组的好运能量。好，那就祝福你们，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Hello，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有多想要你们呢？好，我们请宇宙给我们一些讯息哦。好，第二组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Community Charm
change。好，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哦，你们给我的感觉是有这个一见钟情的能量。大家有看到这张牌是这个魅力，然后好多只眼睛在看着你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的能量。第一张牌我们是好像两个脚印嘛，就是两只狼的这个脚印互相相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的能量哦。我觉得你对对方有一见钟情的能量，而且你一看到对方的时候，就是好像被他吸进去、吸入一样，你的目光没有办法离开他。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对你也是哦，他对你有一个特别心动的感觉。而且呢，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脚印好相似哦，有可能你跟他在相处的过程中，会发现，哎，你们有共同很多喜欢吃的东西一样，或者说喜欢同样的歌手，喜欢听同样的歌，或者是你们可能曾经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工作领域中，就是互相的认识。我觉得你跟他有很多的这种共通点吧，可能你们过去的生命经历，你的家庭的状况，或是跟他的家庭状况有一些类似哦。那我会觉得，其实你跟对方，不管你们现在距离如何，其实你跟对方都有那一种好像偷偷的在关注，然后一直在注视着对方哦。有些人身体的距离是远的，可是我觉得那个能量上一直在注视着对方。就算你们现在是往人生不同的方向，两个人往不同的方向去走，可是我觉得你们那个能量牵引是没有断的。你跟他这边呢，有一见钟情的能量，而且我觉得他好像生命中经历了一些事情，这个人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然后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一只幼狼，他已经成熟成一只比较成熟的这个野狼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能量是一个比较成熟、比较冷静的人吧。然后他的生命已经完成过一次的蜕变，已经完成过一次的变化了。我觉得你跟他相处起来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份成熟度，以及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感觉到他对你的一个好感，他对你的一个在意，即使那个是比较含蓄，或是说比较婉转的。有些朋友，你们面对的这个人，他的表达可能不是这么的直接，可是我觉得你应该能够去明白，你应该能够去感受得到他对你的一个心意。我觉得你跟对方都有一种好像很期待这个上天、这个宇宙多给你们一些时间相处，或者说多制造一些机会，让你们在街头巧遇。有的时候这个能量会让我感觉到它的进展是比较慢的，你们可能需要宇宙去推你们一把，好像让你们可以自然而然的去展开一次谈话，或者是说偶然的在街头中遇见。我觉得你们会很需要那个助力。这个能量就是两个人都互相的有好感，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推进。而且他也经历过人生中的一些蜕变的过程。他有的时候会，就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对于自己有很多的自我怀疑，对于感情也会有很多的不自信，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去拥有一段美好的感情。那如果他今天就是生活各方面都很顺利的话，我觉得他又有一种很自信的能量，觉得自己好像很多事情都能够去 handle 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哦，他的生命真的会经历有一个变动的阶段。那如果你刚好是在他蜕变的那个阶段去认识他，或者说去遇到他的时候，可能你们会比较的辛苦，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能量会有一些来来回回的拉扯。好，可是这个人确定他是有在关注你的哦。好，ending， 沉思哦。好。有些朋友，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那个断联了，或是说你们现在的联络是不是比较少了？可能是之前曾经有热络过，之前曾经有很开心过，
可是你看到这张牌闭上了眼睛，我会觉得这个人生命中是不是他面临了一些转变？他的生命中，他的生活中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变动，使他必须要用尽全力去对付。我看到的是这个人哦，好，他好像在思索一些什么事情。那这个结束啊，有点像是他心态上的一个转变。比如说啊，这个人哦，过去在感情中，他是一个比较玩世不恭的状态，或者是说他没有想要定下来。而今天呢，我觉得他遇见了你，他看到你之后，他可能想要把过去那种比较不成熟的感情模式做一个终结，好好的跟你去谈一场真正的成熟的大人的爱情。那另外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刚刚说的，有些朋友觉得你们现在可能是一个断联的状态，就是你跟对方好像连接的不是频率不是很高，或有的朋友你们完完全全的就是断联了，只能远远的好像看对方的社群媒体哦。那我会觉得，不管这个断联是你造成的，或是说对方造成的，其实这个都好像会让对方陷入一个沉思、一个反省哦。我觉得对方有因为这段感情是去思考一些东西，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些朋友他会这个人会因为遇到你之后，他会想要去反省他过去的一个感情模式，他会想要认真的跟你谈一场恋爱，进而做一些调整。有些朋友我看见他会为了你断舍离掉一些能量，他可能必须从旧有的一个感情关系中离开，然后那个离开啊，因为他想要跟你开始这段感情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两个人单独的一对一，不要再受到其他的能量干扰，不管是这种前男友、前女友、前夫、前妻的能量，就是都不要受到那些能量所干扰。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想要把过去很多的东西都在这个时间点把它终结了，然后我觉得他在想一些事情。你看这只野狼，它对着这个水面在想很多东西。我觉得你出现在他面前，他其实能够去看见他生命中很多不足的地方，同时呢，也去看见他生命中的很多闪光点。这些闪光点也许是他从你眼神中发现的，你去称赞他，你去赞美他，然后他发现哦，原来他身上有这些优点。那同样的，这有一个相对应的能量，就是我觉得你们也因为在这个人的面前，你跟他相处之后，你更加的懂了你自己，然后你可以去看到你自己的优点，特别是从对方的眼神中，你看到原来自己是一个这么有魅力的人，然后你也看到了你在这段关系中的一个不足，所以我觉得你跟对方都因为这段关系有所成长。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在这边沉思他在这边想他其实是想要去看的比较远的。刚刚说过，你们是一见钟情、无法抵抗的这个能量然后在这边呢，我觉得对方要为了这段感情做一些调整，或者是说做一些变化。好，有可能这个是你们两个曾经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结束，一个时间点。然后我觉得对方他会去想你们这段关系真的有非常多，就是这种直觉性、灵魂的碰撞、灵魂的连结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怎么说？我觉得你们心里很喜欢彼此，对彼此又很有好感，可是在这个行动上，你跟对方都是缓慢的，对方这边有停滞下来的能量，他有沉思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心里是有冲动想要靠近你的，但是他在想，他可能需要一点勇气。他无疑的，他爱上了你，可是我觉得他靠近你，他是需要勇气的。也许他会去想说，为什么你让他这么的有好感？为什么你让他这么的心动？为什么就是你身上有什么东西会让他一直想要去靠近？我觉得他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太过喜欢
的能量会让他害怕，所以他反而想要先退一步，好好的去搞懂一些事情哦。因为有的时候他也很怕这种感情哦，是不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就是我被你吸引之后，我很快速的跟你坠入情网，谈一场感情，然后这段感情会不会就像这种速食恋情，很快的又结束了？所以他必须要确定他对你的心意究竟是如何呢？那没有办法否认的是，我觉得你们心目中，我觉得他心目中的那个就是理想情人的样子，你们是有的，相同的，因为这边就是双双对对的能量。我觉得就你们而言啊，对方也很符合你择偶的标准哦，甚至就是你那种，你那种择偶清单上，对方是被打了超级多个勾勾的人，就是你一直等待这个人终于出现了，他真的让你好有感觉，好心动。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你那种梦中情人，对，可能他就是有一个特质非常的打动你，比如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非常喜欢讲话幽默风趣的人，然后这个人就是信手拈来就可以让你笑得很开怀，或是你们特别喜欢那种有冲劲、爱冒险的人，这个人就是可能非常有这种冒险的精神，或者是你们非常喜欢在事业上很冲、很努力的这种人，很上进的这个人，然后他可能就有那个就是在事业上节节高升的能量，然后是大家都很信赖的人。我觉得就是你们在感情中很重视的那一点，这个人是有的，所以我觉得你们无疑的就是怎么说不能抵抗，就是太想要去跟这个人靠近了，而对方也是哦，我觉得对方他被你吸引，但是他有点搞不懂为什么你这么吸引他，你为什么让他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抗拒，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反而停下来想一想，然后他想一想之后，我觉得他在看这个水，这个水其实是很深的，代表说你跟他的缘分，他有冥冥之中感觉到你跟他的缘分应该是可以非常的深，有可能你们两个认识不久，但是他就心里有一个感觉是这个人哦，可能在我未来的生命中会占有一席之地。虽然你跟他可能在网络上才刚开始聊天哦，彼此没有交换过很多讯息，可是我觉得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他的灵性层面，他的灵魂非常想要跟你靠近，然后也觉得你在他的生命中出现是有意义的。我觉得你让他心中升起了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哦，他会想要更加的去了解你，了解你的兴趣，了解你的家人，了解你的过往，或是了解你的未来，了解你的梦想，以及你对于爱情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你想要结婚，你不想要结婚，你想要小孩等等的。我觉得他会想要去多了解你一点，因为他对于这段感情是认真的。我觉得他是想要走的比较长远的，他不是想要谈那种一夜情，所以我觉得他会去开始细致的、比较成熟的去考虑一些事情哦。好，所以我觉得他的脚步看起来是没有很快，反而在这边刚刚说过停了下来。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很急躁的人，但是他对你们的热情，其实从他的眼睛就看得出来了嘛。好，而且我觉得你们的出现啊，真的是让他平静的，好像他的心本来是一池平静的湖水，你们就是扰乱了他。对，我觉得你们让他有一点不一样了。他可能本来就是人生中有一些计划，就是可能他要出国念书啊，或者说他的事业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你出来，他遇见你之后，他某一方面也就是为了你而去思考，说他的这个未来有没有可能是把你放进去规划的。好，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会想要去跟你把这段关系落实，不再只是网络上的聊天，或者是说约会见面。我觉得他会想要实际的能够住在一起，能够生活在一起，能够去亲身的去好像跟你交换更多的生活在一起这种共同的
这种讯息，一起去经历，一起去体验这一段感情，你们究竟可以走到多远？好，这个缘分究竟可以去牵引到多深呢？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有在想哦，而且我觉得你们应该感受得到，对不对？好，其实我觉得他跟你的互动啊，他应该都是蛮保持着善意的。好，好奇心 ，tradition， pleasure， 好，我觉得他其实很想要跟你在这一段感情中有彼此更多的互相的了解、互相的探索、更多的互动。那如果你们今天呢是已经在一段感情中，或者是你们是那种分手断联的朋友啊，我会觉得他好像他会觉得。就是我觉得他好像还是在继续探寻你，哎，这个讲法就是说，虽然你们已经断联，你们已经分手了，可是我觉得他并没有停止去想念你。有的时候他会去想说，哎，你当时说那句话是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说，哎，你当时做这个决定的背后是因为什么？就是我觉得他不自觉的就去思考，我觉得他其实不是很懂你，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种，他过去以为他很懂你，但是他后来发现，哎，他其实没有这么懂你，因此他必须要以一个更加开放性的心态去认识你。而且我觉得，如果是这种刚认识、这种暧昧的朋友，我觉得他的眼神会让人融化。我觉得他好可爱，就是他是小狼，然后有点小狗狗的感觉。我觉得他真的会很用心的去了解你，而且我觉得在跟你的每一次互动的过程中，你应该会感觉到那个是可爱的，而不是一个很有侵略性的互动，就是好像在跟你身家调查一样，好像就是很利益式的交换。我觉得这个人不是，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给我感觉很舒服。他一方面有这种稳重成熟的能量，一方面又有很可爱、很孩子的一面呢。我觉得他会想要多多的去了解你，而且我觉得他对你是有蛮多好奇心在的，然后他会想要更多的去明白，一些现实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的一个你坚持的点，你的地雷在哪里，还有在你们两个的现实层面中，究竟呢可不可以磨合的很好哦？我觉得这个人其实真的很想要向你走来，因为他被你们深深的吸引哦，然后。我觉得他会想要把这段感情更加的落地，因为感觉上你们两个的灵魂是非常的近的。可是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实际见面的次数比较少，或是说相处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嘛。我讲的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是不是没有那么长，或者是你们这边有聚少离多的能量，就是说你们有可能虽然住在一起，或是常常视讯，但是那个只是一个例行的公事，我就是没有那种很好像可以有品质的那种谈天的时间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对方哦，他好像想要更加的更近的去靠近你，而且他有一个慢慢来的能量，他想要了解你，以及了解你背后的一些这种信念体系啦。就是可能包含你是怎么成长的，就是你的家庭可能带给你什么影响。然后我觉得他在这段关系是不急躁，他是遵循着这种既定的一个模式，就是一步一脚印啦。我觉得他不会跳得太快，他可能就是1、2、3、4、5，然后停一下，6、7、8、9、10，他不大会从1然后跳到10，然后再回到5。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循序渐进的发展，然后顺其自然的发展，然后他会希望多一点时间
跟你实际的相处、实际的见面、实际的聊天，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特别有一些，如果你们是在网络认识的朋友啊，我觉得对方会很想要确定你们实际见面或者说实际生活在一起是不是能够磨合，或者说是不是可以相处得好，是不是很合拍的。他会希望你们对彼此的这种好感、这种热情啊，能够实际的延伸下去。然后这边有这个就是鱼啊，在水中跳舞，非常开心的感觉。哇，我觉得这个牌哦，真的有点就是理想型啦，好像彼此都遇见了彼此的梦中情人，然后郎才女貌，很合拍，也就是你身上的某一些特质非常的吸引他，让他想要不顾一切的向你走来。然后同时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也很吸引你，让你想要不断的去靠近他。可是这个靠近哦，又有一种有的时候这么好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哦，反而会去好像怎么说，这么好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是应该要赶快把握，赶快把它定下来，就是赶快好，我们去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可是这边呢，刚刚说过，还是顺其自然，还是慢慢来，对不对？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就是觉得很好，可是你们又没有很急躁的说，此时此刻要马上的把对方占有住。我觉得这个心态，两个人还是想要顺其自然。为什么？你可能觉得这个中乐透的几率在我身上应该不大可能发生。今天出现了这么好的人在我生命中，好，但是会不会其实相处下来会有一些我不知道的缺点呢？对不对？会不会深入了解下去，会有一些自己没有办法想象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跟他都对彼此很惊艳，但是很惊艳的那个过程好像又都有一点保留。其实你们都希望可以跟对方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相处，这种实质上的见面哦，不是这种讯息交换而已。可是你们又好像有点害怕，因为你们两个过去都可能给对方弄了一层滤镜，觉得对方好棒，然后对方也觉得你很棒，你们也有点害怕，实际见面之后会不会呢？对方对你的想法有改变，或者说实际在深入的相处之后，会不会这么好的感觉只是昙花一现呢？所以我觉得你们就是想要去靠近，但是又有点不敢靠近的能量哦，而且你们都有一点好像希望对方可以更加的主动，你对这个需要勇气。好 ，entrepreneur，其实我觉得这边比较像是对方的能量哦，对方比你更有勇气一点。我觉得在这段关系中，你们会更加的被动一点。你可能期望对方就是有更多的诚意拿出来给你看，或者是说，你觉得对方应该要更主动的跟你交换一些讯息，或者是说对方要更去表达一些什么，然后你们才好像可以再去跟他进一步。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也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也在观察对方的这种进退来做一个反应哦。然后我会觉得对方这边真的是主导性的能量比较强哦，他是一个能够去怎么说掌握那个节奏，要进要退，或者是说要收要放哦。他有的时候会观望停下来，有的时候他会从停下来想要去向前冲。那我觉得啦，这一段感情哦，其实大家都是有期待的，但是在期待的过程中，可能彼此都有彼此的考虑，所以真的需要一些勇气，让两个人能够可以更靠近。不然的话，假设你们这一组是生活圈差很多的，就是你们不是同学同事，然后平常也没有机会见面的话，我觉得两个人如果一直都在等待某一个宇宙的机缘巧合给你们见面，或者是等待谁谁谁帮你们牵线，或者说因为什么机会你需要有求于他，然后才开口，才有这个机会去说话的话，那个就是必须要有助力。所以如果你们两个其中一方可以更愿意主动一点的话，
其实呢，我觉得这段感情会更加的落地，更加的落实啦。但是这个人啦，好，如果你们真的是比较被动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会，他到最后按耐不住的话，我觉得他还是会鼓起勇气去做一些他觉得在这段感情中，他应该要去说的话，或做的事，或负的责任哦。当然，前面的那个探索，还有那个顺其自然的能量也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最后你们的感情真的停在了某一个点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心里还是会一直对你有所牵挂，一直都会去想起你跟他说的话，或者说你跟他曾经的那些故事哦。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勇气其实是在心中的，只是看这个勇气要长得多大。我觉得当他那个勇气的力量长到成熟之后，他会去做一些很突破的、很开创性的事情，在你们的关系中。我觉得他可能就主动的找一个理由约你见面了，或者是说呢，他就是直接的去称赞你，或者是说去表达说，你的某些地方是很让他心动的。我觉得他是一个会讨你欢心的人，就是我觉得他说出来的话是会让你觉得很温暖、很舒服，然后你也会觉得自己在对方的眼中是很美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啊，他会用他的方式来表达出他对你的一个好感。那这个也必须要他自信心比较强的时候。刚刚说过，这个人他可能在一个蜕变的阶段，他有时候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时候，他其实会缩回去。可是当他就是这种事业啊、经济或者是学业、生活一切都妥当 OK 的时候，我觉得他对于感情啊那个追求的力道，或是说愿意去跟别人连接的那个力道的那个程度会加深的，因为他会对自己更加有自信，然后他也会更加的积极，想要去做一些事情。那同样的，你给他的评价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们可以给他一些正面的评价跟正面的回馈的话，我觉得这个也会让对方加深自信心，他也会觉得其实他是有机会可以跟你一起建立一个生活模式的。你们可以一起去好像探寻这个世界，一起去看看未来这个缘分可以走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第二组的朋友，宇宙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这个人到底有多想要你们哦？他确实是蛮喜欢你们的耶，而且我觉得他是就是一见钟情的能量，无法抗拒的能量。Elder of Wands 主教牌，权杖十，宝剑十。好，我觉得这个人哦，他对你超级有热情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热情会越烧越旺，他会想要向你靠拢。不过呢，要注意的是，我们这边有出现了主教，还有这个权杖十跟宝剑十哦。好。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跟他会经历一个比较开心的阶段，你们两个会真正的相遇，你们两个会真正的去发展出一段故事来，你们两个可能会有这种很激情的这种就是身体的碰撞，这种亲密关系，很强烈的连接的能量是有的。不过我在这边看到了一些东西，这张牌啊是这个主教教皇牌哦。我感觉这一组的朋友有一些人哦，你们是不是曾经有过婚姻，或是说婚约关系，或者是说跟这个人曾经谈得非常的深入，有要到几乎是快要结婚了？因为这边他有一个这种以结婚为前提交往这种神圣的承诺式的关系，有可能这个承诺式的关系是你跟对方的，或者是说你们其中一方是有婚姻的，曾经有婚姻的，有婚约的等等的。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爱情，这个是一个远距离的爱情，就是两个人都很严肃、很认真的在谈这段感情，不过两个人聚少离多，这个是
这张牌的讯息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大家可以自己对应。然后我会觉得说，如果说你们就是其中一方啊，是有这种前男友前女友谈得很深入，或是前夫前妻的能量的话，我觉得这个会造成一些困扰，一些阻碍，会让你们两个心要碰在一起的那个，就是最后面啦，可能会隔着一道墙，不能够完完全全心贴着心哦。其实对方真的很想要，可以跟你好像放心的把一切交托给你，放在你身上。而且我觉得对方对于感情的想法，他是比较传统的，我觉得他是会想要走入家庭的。而且如果我觉得他是怎么说呢？如果他是男生的话，我觉得他会扮演传统中的那种爸爸的角色，可能在经济上多付出一些。我觉得如果他是女孩子的话，她呢是愿意多怎么说，在时间在精力上，她是愿意多去照顾家人一点的。她有这种建立传统式的婚姻观的这个能量在里面。不过呢，这两张牌哦，会让我觉得需要就是为你们担心一下，或者说需要多多去看一下的。你们两个人都对彼此很有好感，但是可能因为自己过往的一些经验，或者说因为现实环境的问题啊，我觉得你们好像会把这种好感、喜欢的心情自己把它阻挡下来，不管是你还是对方哦。那有些人是经历过了宝剑十，这个宝剑十可能是对方造成的，也可能是别人所造成的。那这个宝剑十，我觉得它有一个让热情冷静下来的感觉。你们本来可能真的是很一见钟情，很直觉性的去看对方，去喜欢对方，然后非常 Elder of Wands 就是那个火啊被烧了起来，然后想要进入更深层次的这种承诺的关系，想要继续探寻，想要走得很远。那这两张牌哦，我会感觉到你们两个在这种彼此连接能量越来越强的同时啊，好像有一些隔阂产生了。这个隔阂呢，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真的是这个人过去的一些不好的感情经验在影响他，或者是你们这边有一些外力在影响着你，造成你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抓住心中认为的这么好的一个对象。然后这个宝剑十，我会觉得如果最后你们选择了拉开距离哦，其实双方都会非常的受伤。那如果因为现实的环境让你们没有办法靠近，让你们就是有一个这种权杖十的阻碍在这边，阻挡了未来的发展哦，我觉得两个人都会有一点默默的心在滴血，默默的心痛的感觉。好。这个是有些朋友我觉得可能经历过，会经历的一个过程。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已经经验过的能量，你跟他特别是分手断联的朋友，会觉得这个宝剑十的状态是你们曾经经历过的，你们曾经好像彼此隔阂的非常的远。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这个情绪需要好好的去消化。这样子，你们下一次的连接，或者说下一次的相遇的时候，把这些不好的这种情绪排掉之后，我觉得两个人会有新的一个可能哦。两个人会去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的和谐。因为我看到的是，其实这个火苗哦，这种一见钟情的能量，它自始至终都没有去熄灭。好。你们的吸引力还是非常的强大的。好，我们这边出现了一个转机的牌，四声牌。好 ，Ace of Pentacle。哦，Eight of Wands。好，
很棒耶！我觉得有一个转机出现了，这个转机有点像是宇宙给你们的一个好消息，它是一个金币的种子，而且是长着翅膀的来到你身边。我觉得你跟他这边呢，会有一个贵人的能量的出现，他会帮忙你们，促成你们解开过去的一些误会。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契机，一个种子，或是一个桥梁一样，它可以帮助你跟这个人联系的更好。那也有可能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讯息，好，就像长着翅膀的种子送到了对方的手中，或是送到你的手中，然后经由某一个人的牵线，对方了解到你对他真实的想法，解开某一个误会，或者说经由某一个人的牵线，你了解到对方其实有一些东西是你误会了他，或者说对方对你真实的想法是怎么样。我看到的是这边有一个这种死灰复燃的感觉。如果是分手断联的朋友，这边有复合的能量哦。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重新开花结果的讯息在里面。那你们两个可能如果有断联一段时间，彼此都在彼此的生活中，不断的往前行，好像有一段时间是渐行渐远的话，我看到这边会有一个逆转的能量。为什么会逆转呢？因为其实自始至终你心中都没有放下过这个人。同样的，我觉得是对方心里也一直都对你有所挂念，所以你们两个在能量上其实是切不断的。然后这边这个 Eight of Wands， 它是代表很快的这种讯息能量的传递哦。我觉得会有一个贵人出现，然后他帮助你们两个人是往彼此的方向去靠拢的。而且这个权杖八很厉害的是，它是以一个就是疾风竞马的速度前进哦。如果你们过去是有停滞的能量，经过死神牌以及经过中间这个贵人的 Ace of Pentacles 的这个牵引之后，我觉得你们接下来的发展就是如射箭一般，很快速的在发展，这个能量跟力道都是非常的强的，而且这八根权杖都是往同一个方向前进，所以我觉得你跟他最后的那个目标，最后的终点都是一样的，你跟他都要对这段感情保持着信心，然后两个人的眼光都要望向同一个方向。我觉得到最后那个停滞的那个命运，它会重新被转动起来，就像这个死而复生、死灰复燃的能量哦。我觉得这些事态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你过去只觉得熄灭的那个希望，它会重新的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又转动了起来，而且会往好的方向去流转。我觉得这里也有一种重新坠入爱河，而且重新的以很快的速度靠近哦。过往就是一见钟情，可是因为刚刚说过一些这个 ending 的能量，还有这个改变哦，还有沉思哦，所以那个过去我觉得你们是顺其自然，可是我看见你们两个也许彼此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好像真的遭遇了什么样子的打击，然后重新站起来之后，我觉得你们会想要去把握住这一段缘分，然后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助缘出现了，有一个贵人帮你，他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可能是一个间接的能量的去牵引，让你们可以有实际的机会去见面。然后我觉得真的这个就是出乎意料的急速发展，很快速的邀约，很突然的联系，很机缘巧合的见面，然后关系很快速的顺利的发展，脱离了之前停滞不前的状况，或者是说远距离的朋友，你们突然有机会有一方长距离，就是长途旅行、长途跋涉到对方的城市、对方的国家，有一方突然采取这个行动，然后两个人快速的靠近。我觉得这边呢是有这样子的能量哦。好。那以上就是有关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看到的是，我觉得最后你们这边会出现一个转机，而且这个转机之后，两个人会以比较快速的方向靠近，而且我觉得是其中一方会变得很主动，让两个人最后可以真的是实质的见面，然后实质的去落地的发展这一段关系。好，那以上就是第二组的这个能量哦。如果你觉得你今天有对应到第二组的能量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二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
Hello，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第3组朋友哦，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有多想要你们。好，来抽牌 ，Five of Pentacles， 然后 Five of Swords，Two of Cups，Three of Pentacles。我觉得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呢，他好像很忙有的时候他忙到时间都不够用了。但是呢，我觉得他会想办法抽出一点点时间来找你哦。就是我感觉到这个人，他也许现在他在准备什么样子的考试证照，或是怎么样子的资格，或是说，他在忙碌一些他生活中的一个事情哦。很多人要找他，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应付啦。我会觉得他连留给他自己的时间都很少了，所以在留给怎么说呢？他在留给他的那一点点时间内，他会分出一些时间来去找你们，来去联系你们。然后我会觉得说，他真的是有一点分身乏术吧。我看到的这个宝剑五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哦，他好像刚刚在某一种争斗中，好像回神过来，或者说胜利了。他后面有2只垂头丧气的小兔子，他算是可能在某一个竞争中，他取得了一个胜利，或者是说，好在他的工作中，他总算这个专案结束了，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很多时候他不是不联系你，不是不找你，不是对你冷淡，而是他真的，他给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什么睡觉，没有什么休闲娱乐了。因此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其实是太忙了，所以没有那个就是没有那个时间去好好的去跟你经营一段有品质的感情，有品质的恋爱。可是我们在这边呢，你看圣杯2，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是很希望他可以多一点时间来跟你共享真心话，来跟你多分享一些事情哦。而且我觉得在你跟他联系的过程中，特别是如果你们是在暧昧的阶段，你可以多主动一点去找他，去关怀他，或者说飞到他那边。假设你们是远距的话，我觉得他会很开心，因为他其实现在就是分身乏术，身不由己，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维系这一段感情。但如果你们愿意主动一点，主动分享你的事情，或者是说主动的去推进的话，我觉得他会很开心哦。这个人呢，他其实是一个会怎么说呢？他是一个会想比较多的人。假设你们2个今天是远距，然后没有办法常常的见面的话，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去想说，如果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因为无聊，因为寂寞，然后呢，就是会不会去跟其他朋友出去玩啊，或者是说，就去认识其他人？我觉得他的内心有很多小小的心思，你们其实是不知道的。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某一方面而言有一点点阴沉嘛，就是在感情上他其实是会吃醋，可是他不会很明的跟你讲。我觉得他内心也是有一些小剧场的人，而且在他的眼中我觉得你们是一个蛮好的对象。今天他会喜欢你，其他人也会喜欢你，所以他其实有的时候他太忙了，没有办法去顾及到你们的时候，他也会担心说，你们会不会有其他人要来追你们，有其他人要来靠近你们，会不会你们的心思会有所动摇？然后Three of Pentacles， 我有看到的是，我觉得这个人会想要让他的生活，还有让你们的关系都更推进一步。那我觉得这个人很特别的是，我觉得他某一方面而言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不会想说我要先把我的面包工作顾好，然后我行有余力才去谈感情。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会在工作中尽责的人，可是我觉得他把感情也是放在蛮重要的位置，甚至是说呢，如果今天他要为感情换一个工作，他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他对于自己的能力是蛮有自信的哦。他会觉得说，我今天就是我不会说我只能够在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公司生活，我可以去
为了我的爱情做出生涯规划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像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公司，或者是说我那个领域啊，其实我也可以换到其他的公司。可是我喜欢的人啊，这个圣杯二，我这个灵魂伴侣就只有一个哎，所以我就是怎么说，我追到天涯海角，我都要去把你追回来的感觉。好，如果这个人他是经常要出差，没有办法常常陪你，或者是说你们住一起，可是他就是早出晚归，跟你的时间是颠倒的话呢，我觉得他其实会，就是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小剧场，会想很多，而且我觉得他会想要结束那种远距的能量，会希望可以跟你们多一点时间见面，会希望可以你看要发展出圣杯二这么心心相印的一个关系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他对你们的印象蛮好的，不过他看起来真的。可能会被你们误会，是因为他好像真的很忙。有的朋友，我觉得你的这个对象，他可能就是忙到那种休息时间啊，就赶快去睡觉，赶快去，就是太累了。有些朋友你面对的他真的是这样子哦。好，这边有圣杯五哦，好，权杖七哦。好，圣杯五这边呢有一个讯息，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跟他在这一段爱情中，这一段关系中哦，不论是你或者是他啦，这里的情绪是好像有某一种失落，某一个后悔。那因为从这个前面的牌的这个能量来看，我觉得这个失落跟后悔比较不是你带给他的，或是他带给你的。当然可能有少部分，如果你们是这种好分手断联啊，然后有一些错过的情况可能是，但是我觉得这个 Five of Cups 大部分哦，可能是说你们哦之前有一个前任啊，但是他虽然已经跟你分手了，可是他那个能量还在影响着你，或者是说他当时给你的那个心痛感，会让你在谈下一段感情的时候，你其实会想起来，或者是说对方啊，他有一个这种前任的能量是在干扰他的，他记得当初对方伤害他的那个情景，或者他记得当初那个分开时比较不好的那个回忆，那个会在影响他。所以如果是你这边的话，我觉得牌面上有要注意的是，就是你们要放掉过去的这个能量哦，你们要全心全意的，好像投入到这一段关系中，你不要让过去的人的那种情绪也好啊。或者是你在思想，你在回忆，那个回忆那个想哦，也是一个能量。如果你会去不时的想到你的前任，或者说前任带给你的伤害，前任带给你的阴影的话，我觉得那个伤痛哦，你需要去把它处理掉，因为这个也算是某一个藕断丝连，就是你跟你这个前任的这种纠结的能量还在。我觉得这个会让他感受得到，就算你不说他也感受得到，然后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的连接跟信任度。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哦，要割舍的就把它割舍，要放下的就把它去放下，好好的跟这个人走向圣杯二，把一些不必要的能量切掉。相反的，我觉得对方也是对方也有一个要去断舍离的能量。我觉得他要更靠近你，或者是说更关注你。然后我们这边呢有权杖七哦，我觉得在这个你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哦，有些时候你们如果有矛盾的话，说清楚讲明白是很好的，但是不要据理力争，好像就是自己有理就会太过理直气壮嘛。因为这边呢有一个好像坚守自己的立场，为自己立场抗争，有一个稍微角力的感觉哦。那其实你们在这段关系中，我们要的就是连接，我们要的就是爱嘛。有的时候是非对错并不是这么重要，就算两个人之间都有可能会有一些矛盾，但是我觉得这个矛盾是可以好好的去化解的。然后不要好像你们稍微吵了架，或者说闹了别扭就冷战，或者是说对方他的表达他的说话他的行动不如你的意，你就好像
跟他冷战，或者说冷淡下来，就是你会觉得对方没有意思，然后就自己把它停止下来。其实有的时候对方，我觉得不见得是没有意思。刚刚说过，他可能真的是现在很忙碌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他在跟旧有的能量进行一些断舍离。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去观察一下这个人的实际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不要就是太快下定论，或者是说就算这件事情是你对，也不要去一直跟他争执。因为我看到的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是想要跟你发展的，他是想要跟你往下一个阶段发展。如果你是暧昧的话，我觉得他会想要跟你交往；如果你们在交往的话，我觉得他想要更快速的，就是变成那种稳定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人是觉得你们是般配的，你们这边有圣杯2的能量哦。好，权杖5哦，好。天7 12 Wands， 好 King of Swords， 好 King of Swords。你们有些朋友啊，有这种远距的能量吗？就是你们可能在某一个场合、学习的场合、工作的场合，或是在网络上相遇，可是其实你们住的地方，或者说你们的出生地本来的那个居住地是很不同的。我看到有的朋友，你们会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背景。那不管是怎么样哦，我觉得你跟他有一个就是坠入爱河的能量，而且我觉得对方是一个会去为了爱情哦，他会去争取的人。刚刚说过，他不是那种只要面包，然后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把自己的事业摆在第一位的人，我觉得不是哦。他会想办法去兼顾的，就是我觉得爱情对他来说也很重要，也是他人生的奋斗的目标。他会想要去证明给大家看哦，我选择这个人是对的，就是他不大会因为别人对他的感情择偶有意见，自己就去放弃。相反的，他有一种好，你越是说我不行，我越是要证明给你看。距离越是遥远，我越是要去克服。就是我觉得那个困难哦，反而激起对方的挑战欲，或是保护欲，或是想要克服，好像经历了这些才显得这个爱情的可贵。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他有时候会用一些不按牌理出牌，或者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方式来吸引你的注意。如果你们是好这种多人认识的场合，他想要去吸引你的注意，我觉得他可能会去观察你，然后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来去引起你的注意，或是让你想要继续跟他聊天。那我觉得其实啊，在这样子的关系中，你其实应该也明白哦，你跟他的连接就是特别的。你就算两个人都不去说，可是有些东西就是心照不宣，有个东西就是有默契的。虽然当下有的朋友可能还在这个Five of Cups 的阶段，可能有些朋友你觉得当下你是看不到什么未来的，或者说你对于这段关系，你觉得你抓不住，但是呢，你当下眼前所能够去设想的，不见得就是这段关系，的那个未来啊，因为有些东西它其实是还在酝酿，因为有的朋友你们可能会习惯的把感情往比较负向的想法去想，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对方有某些行为跟你当初的那个剧本不一样，就觉得这段感情应该没有希望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人他的能量是一直在变化的，他其实一直在做调整哦。他有在去考虑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他确实有在去思考他想要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就是你跟他结合之后，这段关系可以给你或给他带来什么。他很想要你这个，或他很想要你这件事情，这个能量是存在的，而且我觉得他是想要跟你更进一步的。但是我觉得他目前是还不知道说你们两个的这个更进一步会走到哪里，就是他确实是想要往下走的，可是他也不知道这段感情究竟这个未来可以走入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向，或是说
会走入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境地，这个就需要靠你们两个共同的去经营，共同的去努力。那这里啊有宝剑国王的能量哦，我觉得这个人心里啊其实是会去期待这段关系的，而且他会去思考很多很多的东西哦。他觉得他在这段关系中，他就是要负责任。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下定决心要谈感情，就会好好的去谈的人，而且他也知道，他要跟你谈一段感情哦，势必要有一些牺牲，有一些退让。我觉得他其实是知道的，而且他也评估过之后，他确实决定要继续跟你发展下去。我觉得这个人脑袋是聪明的哦，然后他也蛮明理的啦。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还不错，是一个质感蛮好的人。就是我觉得他不但会胡来，或者是说把事情越搞越糟。我觉得他的脑袋是能够把事情去处理好的，而且不大会意气用事。虽然他有些地方他是有那个小剧场，他会吃醋，可是我觉得在做人生大方向的决定的时候，他还是会拿出他心中比较聪明、比较理智、比较成熟的那一面哦。好，他喜欢的是一个正式的关系，他喜欢的是一个有承诺的关系，而且我觉得他本身是一个有品质的人，相对应的他所吸引到的那个能量，我觉得你们也是一个有品质的人。这个是宝剑国王，他配的就是宝剑皇后，你们两个都是旗鼓相当的能量，很不错的能量。而且我觉得在他的眼里啊，你们给他的感觉就是那种很舒服。很舒服是说，质感很好，可能外表看起来就是那种干干净净的，然后打扮的那个样子啊，穿衣打扮也是对方喜欢的。因为宝剑国王哦，眼光不低啦，就是他去怎么说呢？他爱上你，他选择你，他想要靠近你，他想要跟你说话，你引起了他的兴趣，你让他心动，你们必然是条件很不错的。好。权杖8，很快好，权杖骑士，这个人呢，想清楚之后，很快就会行动咯。事实上，我觉得他行动起来什么都拦不住他啦，他会自己把一些不必要的障碍去排除。那重点就是，我觉得他必须要知道，你们也是欣赏他的。你们也是会去接纳他的。我觉得这个人蛮喜欢你呈现出来的一个质感哦，你说话的方式，你的外表，或者说，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能量是可以去化解宝剑国王太过理性，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比较刚的那一面，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能量相对是比较柔的。不管是男生女生，我觉得你们都会有比较柔和的那一面，可以去化解对方的一些这种任性和一些脾气。我觉得这个人是有一些脾气，有一些个性的，但是呢，他很欣赏你，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脾气哦，不见得会用来对付你。可是，如果让他生气起来，这个人也是蛮可怕的。我觉得他也是那一种会，就是爆发起来会是很。要小心的啦。好，而且我觉得他爱的时候也是很爱的，是很投入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的就是会有一种为爱义无反顾的感觉哦，他不会去想很多，他就是直接冲啦。他就是喜欢这个人的话，我觉得他在金钱上他也真的是很大方，不拘小节。我觉得他把感情看得很重。而且如果你今天他喜欢你，你又愿意跟他走，特别是如果你在他一个比较低潮的时刻，你愿意去支持他、陪伴他，我觉得他会非常的珍惜这个情感。他不大是那种会抛弃糟糠之妻，就是如果你在低潮的时候陪伴他，他有一天发达了，他会很珍惜你。他不是那一种，好，我今天有钱了就变了一副模样，或者是说女生的话就是我今天变美了，或者是说工作更上一层了，我就去找一个更高质感的伴侣。我觉得这个人心中没有这么的利益，对，他是一个很重视情感的人，甚至我觉得他在择偶上他反而不是那么重现实上
一些标签，就是一些大家会去衡量的这个那种怎么说呢？你赚多少钱、你的出生背景、你的年纪等等，我觉得他非常重视他心动的那个感觉，以他的感觉为感觉，以他的标准为标准，他就是喜欢他就会冲了。而且我觉得你有点像是打开了他的某一个开关哦，他会想要往你那边奔去。你看哦，权杖骑士，我觉得你给他非常多纯净的爱的感觉，我觉得他会往你的那个方向走过去。如果你是为他开门的话，我觉得他是就是想要往你的那个方向冲过去的。好，那你们这边呢，有比较少部分，你们可能是救人呐。虽然我觉得这一组牌大部分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人的能量，但是哦，如果你们有这种救人的话，我会觉得你跟这个救人再次连接的话，你会感觉到说，这个人啊是一个重新活过来的感觉，就是跟你第一次跟他连接的时候，那个能量已经不同了，对方在思想的成熟度，还有对待感情的那个态度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牌确实也有一些是救人的能量，就是分手断联的这种救人，而且是分手断联比较久的这种救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的朋友，我们来抽一些这个字卡来看一下对方有什么话想要对你们说。好，我来。来抽几张字卡，等一下再一起翻起来给大家看。好哦。这8张牌中啊，大家也可以先去感应一下哦。你觉得哪一张牌哦，就是特别的想要把它翻起来？也许那一张牌就是特别对应到你跟他的能量哦。1、2、3、4、5、6、7、8，你们可以先感受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喽。Be more selfish。哦，他说你要更怎么说呢？更自我，就是更为自己想一点。好，你们要更替自己想一点这一组的朋友，也许啦，他看到你可能有一些心疼哦，不知道，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们在工作上、在职场上有一些不愉快，然后你们是属于比较退让的那一方，或者是说呢，你们在过去的感情中哦，就是比较委曲求全吧。怎么样的，我觉得他有一些心疼，这个有点像是他在跟你们对话，或者说告诫你们的话吧。你要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多替自己着想一点，不要总是就是好像别人说什么你就去委曲求全啊，就去配合啊，这样子其实会，我觉得他其实不想要你们在这段关系，你们跟他连接的时候是委曲求全的，我觉得他会想要你有什么话就跟他说出来，然后他不想要你不开心，也不想要你假装开心。好，他说他正在靠近你，哇，他要来了的感觉耶。好，就在他前面有一个冲很快的能量，然后现在他又说哦，他就是正在前往的路上，我觉得他已经有在着手酝酿一些事情了。我可以成为你的英雄，宝贝。这个话比较像是男生跟女生说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女生跟男生说，也是可以。他有一个保护的能量在哦，说不定是一个比较姐姐的感觉，或者是说一个比较母性、一个比较温柔的能量也是可以的。那如果是男生跟女生说，我觉得蛮有霸气的。我可以成为你的英雄，宝贝。我不想要失去你哦。对，我觉得他就是很受到你吸引，虽然他现在真的有一些分身乏术，有一些忙不过来，有很多人要找他，他有很多的会要开，或者说很多的计划要去进行，但是
他不想因为这样子就是跟你产生误会而失去你啊。好，哦，这个文字啊，它是可以怎么说？文字它可以成为这个蜜糖，也可以成为毒药，它也可以成为一把剑，它是会伤害人的。所以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哦，我觉得是不是你们曾经有伤害过他，或者说他曾经用言语伤害过你们？可能你们都不是恶意的，但是有些话就是也许是无意之间呐、因为这个人也是一个小剧场很多的人，然后你们可能有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说彼此恶意要说什么，但是可能我觉得在沟通上，有的时候因为太在意对方了，太放大那个情绪了，所以有的时候对方给你们传的讯息啊，或者你给对方传的讯息，他其实都彼此都非常非常的在意，耶，好，会往心里去的。好，在行动之前呢，要先想一想哦。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像是把他宝剑国王的这个理智拿出来跟你们讲嘛。你们可能是说，提醒你们嘛，三思而后行。好，提醒你们，有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你们比较像小白兔，可能冲太快会被什么这个可怕的丛林其他的生物来欺负嘛？我觉得他有一点就是。要你们好好保护自己，然后多想一想，不要直接就是冲了。有些事情哦，好，爱就是他给你的答案。好，这张牌很明显嘛，就是，如果你要问他我们的关系怎么回事，爱就是答案了。I'm sorry，哦，对不起。这边既然出现了两个比较能量相反的牌哦。我会觉得说，这个人哦，他是爱你的，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没有办法去满足你们的要求。刚刚说过，这个人他有一些分身乏术，可是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有在解决他目前就是被缠住的事情，或者说被缠住的能量。我觉得他把他自己的事情忙一段落之后呢，我觉得他其实会想要来到你身边。另外，我觉得这个道歉也有可能是你们真的曾经是。一对恋人，他做了一些伤害你的事情，他想要有道歉的能量。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其他的牌哦。好，一样哦，在抽的时候啊，如果你们觉得，哪一张牌啊特别的有感应，你们也可以先去，把那张牌就是选起来。那就是那张字卡，也许就是对方特别想要跟你们说的话哦。好。1、2、3、4、5、6，那我们就来看开牌喽。Oh, I think so, yes 好。好吧，你们之前是不是有一些对话，然后他有点像是在回你的感觉，回你们的那个谈话之中的一个问句哦。我希望和你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哦。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就是曾经分手断联，然后又联系上的朋友，他就是用一个崭新的能量跟你们连接。那如果不是分手断联，如果你们之间只是矛盾，或者说有一些冷战的话，无论如何呢，他就是想要有一个全新的能量啦。他希望你可以对他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他现在跟过去比较。可能有一些改变，他已经转型了，所以希望你们可以给他重新的一次机会，然后焕然一新的能量出现在你们面前。好，我希望跟你有一个这种好，很不一样的全新的开始。哦，他说他在很多的痛苦的情绪中。这个情绪，如果是有没有可能是你们造成的呢？因为它前面有一个这个圣杯5的能量，我那时候是觉得这种难过跟后悔应该不是你们造成的，可是抽到这张牌，我觉得也许也许真的那个伤害你们的人是他耶。你们会不会有一些人曾经伤害，就是说了一些话，然后。可能就是你跟他说，哦，那我们暂时就先这样子，不要联络了，还是怎么样？对他来说，他其实很难过耶。他其实
有很多痛苦的情绪积压在心中哦。好，那如果你们没有跟他说过这样子类似的话，没有伤害他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好外部的事件造成的。也许你们这边有这种第三方的能量哦，他在两个人或者说在这种三方关系的拉扯中，他其实很痛苦，他没有办法赶快给你一个答案，他其实也很痛苦，或者是说这个第三方能量哦，是他的事业或他的其他的状况，我觉得他就是在这个感情中有一些拉扯，好，有一些矛盾的情绪，让他很困扰的。这种快乐幸福快乐是他的这个最优先的顺序，我觉得他会希望这段感情在一起比较多快乐，比较多开心的元素，不要，因为他前面就说他就是很痛苦了，他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放松一下，好好的净空一下，好好的把那些压力的来源去移除哦。那我也觉得，我也希望你们就是他那个第一优先的顺序，你们是带给他幸福快乐的那个人哦。哇，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哎，这张牌听到有没有很开心？他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哎，第三组的，他前面说了，第三组的宝贝，他要成为你们的英雄，他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很棒耶！好，你们有想好可以跟他要求什么事情了吗？这一张牌。那他说他在想象你这个裸体的样子。好，这一张牌呢，我觉得他已经欲火焚身了。就是我觉得他想到你的时候，就是他说他会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可是呢，我觉得他已经想要先去对你做一些事情哦。他可能想要先好把你扑倒在床上，种种的。我觉得他还没有见到你，或者说。你们可能还没有谈得很深入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想哇，我们两个这个怎么样住在一起之后然后结婚生小宝宝，小宝宝要叫什么名字，还是要生几个之类的，我觉得他想好多然后可能就是想要跟你发生这种很多很愉悦的这个怎么说呢？在夜晚中发生很多很快乐、鱼水之欢、很快乐、很愉悦的事情然后想起来就觉得好开心哦，想要跟你去约会，然后觉得他就是可能小剧场很多，然后幻想要跟你做好多的事情，可以一起去约会，然后可以一起去买菜，一起去散步，一起去看电影，干嘛干嘛的。在你们还没有见面那段时间他都想好了，就是你对他来说超级有吸引力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性的吸引力可能是绝对的，可能大于那个什么灵魂谈天这种灵性我觉得这一组这个人呢，就是很直观他很对。我觉得用性来沟通比用灵魂来沟通对他来说更加的直接一点吧。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对，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办法去抵抗你肉体的人。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们，你们今天令人兴奋的解牌啦。如果你觉得第三组这个有点令人脸红心跳的能量是属于你们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三组的好运能量。那就祝福选到第三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